시간은 왜 빠르게 가요 해주고 싶은 말 많은데 우리가 걷던 길 그 사이에 여전히 남겨진 채로 (29분) 这其实是我第2次来釜山，所以我这次决定订 Airbnb， 因为上次订 hotel 的感觉让我觉得它整体环境都比较小，这次就选了这种有厨房啊，然后也有洗衣机，设备也蛮多的一个 Airbnb。这次是住在29楼，所以其实蛮高楼层的。特别选了一个是有两张床的，然后其实我们是2个人住，但是他是给2张双人床，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个空间其实好像也可以把它拉起来，就会变成隔成2个房间的这种感觉。但这张床很显然就是硬塞在一个客厅的概念。但我觉得它整体的配备都还蛮不错的，看这边有一个小琉璃台，然后咖啡机啊等等都有。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想要有一个阳台是可以看到外面的，超棒的。我这次选住在海云台是因为我觉得海云台可以同时有一个比较好的交通，然后也看到海景。如果你住在广安里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交通就没有那么方便。然后它这个阳台也可以出去，知道怎么开？OK， 我搞懂了，根本就不用动，我只要推就好了。而且现在韩国其实还蛮冷的，现在12度左右，所以超级冷。我还穿短裙来，因为台湾现在已经超级热了。这个 view 其实真的蛮棒的，然后这样一个晚上也才4000不到4000，好像3000出头而已。这边的阳台的空间也非常的大，因为栋距都距离得很远，所以也不太会有什么噪音污染等等的。然后那边好像应该就已经到小火车那边了，所以其实这整体的景致都还蛮不错。一早起床就可以看到海边，我觉得这很符合釜山我想要的感觉。虽然最近天气不是很好，尤其那个雾有点重，但这好像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阵子好像韩国有那个野火，所以整体都有点霾啊雾的，所以天气没有说是非常好。因为台湾现在已经30几度了，所以我直接大失策，我想有穿羽绒衣就够了。结果这里的12度其实也是蛮冷的，尤其又是在海边，所以我等一下换一个长裤，太冷了。刚刚开了灯仔细看一下，发现它这边好像还有给一个，这应该是热水壶吗？然后也有一个应该是2用的微波炉加烤箱，它瓦斯炉也有2个，可是他说不能烤有油烟味的东西，像是海鲜啊肉都不行。但我还是觉得韩国的 Airbnb 都有配一个洗衣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不用带很多的衣服，尤其是我这次又来8、9天，所以如果真的要带8、9套衣服，真的有点太多，所以我觉得这样还算蛮方便的。一样也有附很多的碗盘，然后我刚刚看这边也有附锅具啊，还有一些餐具，全部都有。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刚刚一直在找它的冰箱到底在哪里，结果呢，它的冰箱其实就藏在这个柜体里面。我刚刚以为这是一个储藏的空间，结果它一打开就是一个超大的冰箱，然后上面是冷藏，它也有冷冻。这冰箱超大的耶，这可以塞超多东西的。但可惜它就是不能做一些比较复杂然后有气味的料理，不然这里整体来说其实你可以做的
东西还蛮多的。它有附这种平底锅啊，或者是小小的锅子，它只能做轻食类的。但有一个小坏处是它没有附水，所以我等一下可能得去买一点水回来放。这里就是一些杯子，这种五颜六色的杯子，差不多就这样。再来看看他们的厕所。厕所其实就是基本的干湿分离，然后也有附沐浴乳，还有基本上就是应有尽有啦，沐浴乳、洗发精、润发乳也都有。晚上来洗一洗，看它有没有那种冷热水调节不好的问题。它有附电棒卷，这也是我觉得韩国 Airbnb 很贴心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会附电棒。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很注重外貌的民族，所以几乎我去的每一个 Airbnb， 甚至是饭店，他们都会附电卷、电棒，然后他们一样也附了超多个毛巾。他们好像每次都会附非常多副毛巾，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这里他们连牙膏，还有这应该是洗面乳都有附，蛮齐全的。这里最多应该可以住到4个人啦。那如果住4个人的话，一个人平均下来应该是每晚不到1000块，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刚刚看了一下，发现那栋白色的是 Paradise Hotel，就是很久以前的《单身即地狱》，好像是第1季的时候，他们天堂岛是不是就在这里拍的超近的就在那边，这里就看得到。我们也算是享有同一片景致。这个海真的很不错虽然我是第2次来釜山，但我觉得釜山给我的感觉都比我去首尔那种真的很大然后很现代的城市的感受来得好，就是一个很 chill 然后很适合度假放空的一个地方。现在呢，我准备去吃一间叫原主奶奶汤饭。我本来晚上打算去一间好像很不错的酒吧，叫做烘岛。但因为我来之前刚刚好肠胃炎，所以我不敢吃太刺激性的东西，所以想说好吧，算了，那我就度过一个比较清淡的一天，去吃个汤饭，让我的肠胃受到良好的保护。等下就随便逛一逛，看看附近有什么，然后就可以回来休息。这里其实周边也很方便，对面就有一间便利商店，然后正楼下有一间E-Mart。但有一个坏处是，那个民宿那一栋啊，它感觉整个都做很多民宿，所以你要等非常的久，才有办法等到电梯。然后很多层都会停，所以整个上下楼的速度还蛮慢。大概走30秒就到了这间，好像也算是名店吧，就是海云台原主奶奶汤饭。他卖的东西很简单，就是牛肉汤饭，还有牛血汤饭，反正就是汤饭，然后种类也不多。现在才6点出头，我看里面就已经有不少人在吃了。
看起来太阳非常的大，不过呢，实际上体感温度只有7度。现在是3月底，但现在釜山还是蛮冷的。我这次来的话，主要是为了看樱花，但是今年因为它春天又比较冷，所以现在樱花开的比较慢一点点。不过听说已经开了大概60-70%。那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在路上看到一些樱花。现在呢，先准备去吃个早午餐，然后等等再去个广安里。最高到34楼，然后我是住在29，所以几乎已经蛮靠近顶楼，然后视野也蛮好的。虽然说釜山的楼都盖得很高，但几乎不会被遮。虽然今天是礼拜6，但怎么感觉路上都没什么人的样子？蛮喜欢这种很 chill 又没什么人的感觉。希望我等一下去吃的早餐也没有人，因为现在已经11点了。我其实有点怕他要排队，因为连 Airbnb 的房东都有推荐我那间店，令人紧张。寒いや明日もまた変わんない一日の終わりに乾杯空き缶がまた一つ増えたベランダに座ってぬるい缶ビール吸った街明かりで星は見えないや曖昧な未来でもう夢は見ていらんないね明日も早いのに眠れないや意外的发现海里团路就是另外一个景点，其实很近，所以呢，现在就顺便走过去，顺便当散步。这有超多可爱的小店，尤其是面包店跟早餐店超级多，每一间都超级臭到不行，很像欧式小店的感觉。在探险，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去。严格来说，我完全没在看地图，所以我就是看到哪边有可爱的小店，我就过来了。这里真的是很五彩缤纷欸，然后他们的字体还有整体的配色都超级可爱的，但我觉得我迷路了。
出来它的美丽。好像只有这种黄色、红色、大红的花才有办法拍出来。这里也很漂亮。蛮多的。